Hello， 大家好，说来就来，我是芊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，或者是正在经历这个阶段，就是你觉得人生没有意义，不理解为什么自己非得待在这颗星球去面对种种的课题，很迷茫自己该如何去找回对生命的热情。以前还在沉睡的灵魂会认为美满的家庭、婚姻、事业、财富、健康就是人生最幸福不过的事情。对他们来说，如果人生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，人生就此无憾了。这就是人们在这个世界活下去的动力。但直到有一天，这些人非常想要达到的美梦，对某一群人产生了变动。有某一部分在沉睡的灵魂，在机缘的安排下，他们的潜意识被唤醒。不知为何，以前从没怀疑过的人生规划，在那一刻，灵魂却像断了联系般产生不了共鸣。这些人不知晓自己到底怎么了，那些以前非常憧憬的未来，在那一刻自己却怀疑了起来。他们可以感受到来自内在深处的灵魂在挣扎地告诉自己，不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人生。起初他们以为自己像过往一样，盲目性的对生活无奈的哀怨，忍一忍就过去了，所以对这些声音不给出任何的回应。但是这股声音依然在他们的心里流荡，让他们无法忽视。生活上也开始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，他们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总爱地和自我对话，和世界说话。他们总能在事情发生的情景下得到启示或需要的讯息。他们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想得太多，但是巧合的事情一而再三地发生，让他们不得不去观察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人事物。他们似乎感受到有某股力量在推动他们去面临一个未知的世界，他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是内在有一股他们说不出的渴望和激动。他们感觉那个未知的世界可以为他们去解答他们此生想知道的答案。再后来，他们发现自己真正面貌的时候，他们内在的世界也同步的改变。他们发现自己过往很努力去争取的东西，最终的结局终究是一场空。虽然以前他们也不是没有看过生死在他们的生活上上演，来自亲人的、新闻的、医院的、戏剧里的，他们都看过。但是那时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生命循环，很正常，并没有带给他们巨大的影响。但这一次的体悟让他们发现，这个世界，这个庞大的宇宙，有着许多人没有发现的真相。他们意识到，人类虽有生死，但生命本质是永恒的。他们开始去正视自己，正视这个世界，心里产生了一个疑问：我为何要生于这个世界呢？既不是为了名利，也不是为了财富，更不是为了一场婚姻，因为所有的结果最终都是一场空。那人类到底是何谓存在？生命的本意是什么？当人类一直深信不疑的信仰被瓦解的时候，我们将面临意识空洞的时期。人会失去人生方向，对生活没有热情，找不到活着的意义。他们发现他们毕生追求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再重要了。他们不想持续待在地球生活，想回到他们原本归宿的原点。但当我们还依然存在在这个世界，代表着这个世界对于灵魂的旅途还未结束，它有着灵魂需要待在这里的意义。或许你们会认为待在这个阶段感到很抑郁煎熬，但请相信我，这只是你们人生重组的一个必经过程，一个新的开始正在等待我们去创造。过去的你只带生去活着，去做出你认为或身边的人认为你应该去做的事情，而现在的你意识到自己不仅只有生，
还有心和灵。你只是在重组你的身和心，化成灵。灵代表着合一，身包括了你的脑袋、五感、物理身体，而心代表着你的灵魂、你的潜意识、你的第六感。当这两者融为一体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类。你的意识会扩张，不再用仅有二次元的对立视角去看待世界，而是以全面的中性的状态存在。我们找不到热情，是因为我们无法再对过去的生存形式感到认同，因为我们发现到我们并不是形式所展现的独立个体，真正的我们其实是一体。我们都是来自一片原本白白的东西，然后分裂成不同的碎片，来体验自己不同的面向。虽然我们的世界的人和物质看起来都是分离的，但在能量层面上，彼此还是互相连接的。父母的情绪会影响着孩子，一个场合的气氛会影响着人的心情，播出来的音乐会诱发我们去回忆往事，人类的情绪也影响着地球的状态。无论是物质还是非物质，只要是存在的，就能够影响彼此，因为大家原本是一体的，都是同类。所以神和我们不同吗？不，神也是来自同样的地方，只是他们的灵魂状态比我们人类的还要扩张，所以他们离他们的原点更近，能够把真理看得更透。因此严格来说，每个人呢都是神，只是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而已。没有意识到的人就不懂得如何去发挥自己的力量。找不到热情，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生存形式是孤立的、自私的、意识狭隘，做的事情呢都是为了自身利益，为了自己。因为我们认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、分裂的、互不相关，我们会用尽各种方式来利益自己，把自己放在世界为主，无视了世人、环境、地球、生命。但当我们的意识被唤醒，发现了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再也无法忽视自己原本的天性，我们无法为了自己去无视那些需要帮助的世界。我们心里知道，人生来并不是为了生存，而是急于服务。灵魂渴望的就是急于奉献本身，只有透过这个，他才能感到喜悦。人们其实一直都在体验这些，只是他们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中体验它。就比如当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帮助一个推不动轮车的老婆婆的时候，帮助那些生活中需要帮助的人，无论什么都好，我们的内在呢总是会感到喜悦圆满。或者看见别人在帮忙，我们同样也能感受到快乐。这个能力呢，人只能够把它发挥在生活的某一瞬间，而不是每分每秒。这个社会问题在于过于执着在利益上，而无法感受自己在服务本身。工作呢，人人都有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去享受自己的工作，因为他们都源于利益而选择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，世界有自己的运转方式。如果人人不再执着于利益，而是敞开自己，允许内在展现的时候，那么世界就会和平，不再有竞争、匮乏。当你无法再为自己的生活感到热情的时候，并不是因为你讨厌地球的生活，而是你不再喜欢你当下的生活态度，你不再认同活着利己的思维，你看见自己也是宇宙的一份子。它是来自灵魂的召唤，是时候去开展自己的天赋使命。不要把天赋定义成是多么神圣的事情，觉得非得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呢才能够去服务。你只需要去感受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好。有些的人呢，他们是喜欢烹饪的，在他们烹饪的同时呢，当他们看见身边的人呢在享用他的食物，面带幸福的面孔的时候呢，他们是会感到很开心的。而有些的人呢，他们是非常喜欢写作的，在他们用文字去写下他们的感受的时候呢，他们是会感到非常的轻松的。而有些的人呢，他们是个服务员，
在他们为客人服务，想要给客人便利般的体验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很开心积极的去做，因为他们只是想要让大家都开心。有些的朋友会说他不清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，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呢，代表着你一直无意识的活在这个世界，从来没有去好好认识自己过。那么你更需要为自己去跨出一小步，去体验更多的事情，来认识自己。只有经验才能够帮助你去找到你想要的答案，这是需要人的决心的，因为并不是每个人会渴望去认识自己，他们会因为害怕而选择逃避，让自己待在舒适圈中。就像我上一期所提到的，当你对自我认知不够强烈的时候，那么请你先去觉察当下的你，把你正在体验的一切去写下来，去感受它，一小步的来，再来一步一步的去思考要如何去改变你的现状变得更好。未必呢一定要去改变你的生活，先从你的内在开始去学会，不要对外在的世界产生批判，不要去抗拒你当下正在做的事情，允许透过它来认识自己，用它来训练你的意识不被环境左右。当你心里越来越能够坦然自如地面对当下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越来越清楚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同时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停止放弃去寻找生命的喜悦，一切只是暂时的过程。如果真的没有动力，感到沮丧或愤怒的时候，那就不要去压抑自己，把它发泄出来。不要因为觉得这是负面的情绪而去压抑它，压抑呢只会让这些能量停留在体内，影响着我们的能量场。去聆听你的悲伤，聆听你的愤怒，把所有你情绪低落的原因一一的写下来，去了解你内心最想被听见的一面。只要你听见了你情绪的声音，你自然而然的会懂得如何去释放。祝福你们，喜欢的话就订阅、分享、点赞，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